这一期说兰花共生菌，通常是在说到卡特兰的时候会提到兰花共生菌，但其实各种兰花都有它的共生菌。因为共生菌非常重要，所以我就了解了一下，很受启发。之前的一些养兰措施，从这个微观的角度去解释，就觉得非常的明白了。还让我觉得在之前的养兰当中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好的想法，我准备去试试。而之前没有做对的地方呢，今后是一定要纠正的。所以特别希望您听下去，看看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对于兰花共生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方面没有研究清楚，不过我们大致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我们可以参照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菌在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在我们人类的消化道当中有一个菌群，有一些菌呢是有益于人体的，那有一些是有害的。当有益菌占据上风的时候，我们就身体健康；反之，如果是有害菌占据上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生病了。在兰花的根系周围也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菌。它们与兰根的关系呢，有寄生、共生、伴生等等。这其中共生菌就是有益菌，而那些让兰花生病的菌就是寄生菌，专门伤害兰花。虽然在兰根的环境当中是有各种各样的菌，但是在这个微观的世界里，这些菌也很有意思，它们可能会跑马圈地，谁圈上算谁的。当共生菌占据了兰根，那寄生菌就不太容易入侵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是好的根，越是不容易腐烂。反之也是一样，越是看着烂的根，越就止不住的烂，因为那些烂的根是被寄生菌占据了主导位置。所以打开换盆的时候，见到烂根清理掉就非常有必要了。而且我还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人为的帮助那些共生菌扩散到我们希望去的地方呢？我们在发面的时候会加上一些酵母菌，那这个面就发起来了。而如果在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加酵母菌，把它放置在空气当中时间久了，这个面团有可能会变质到不能吃了。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菌，其中也是包括酵母菌的。但是我们如果不额外再多加一点酵母菌呢，那个面团就不一定是被哪种菌占据上风。万一是有害菌占据优势呢，那个面团就不能吃了。所以我们额外会加一点酵母菌，确保我们的面团是被酵母菌占领。只要酵母菌占据了优势，其他的一切杂菌都被抑制了。由此我就想，我可不可以用水泡一泡，比方说像这个根特别好，它一定有非常好的共生菌系统。泡过这个根的水，我去浇其他的兰花，会不会把共生菌的繁殖体也带过去了呢？这就如同和面的时候加点酵母菌，尤其是换新植料的时候，有意的浇一点这种好根的水，是不是可以帮助共生菌尽快的占领兰盆呢？我是刚刚这么想的，准备去试试。我们之前在给卡特兰换盆的时候，一般会从老的植料里拿一部分到新的植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共生菌带过来。这会儿我想到这么几个问题：一，不仅仅是卡特兰可以利用老植料带共生菌，其他的兰花换盆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二，打开之后看到根系非常的好，非常健壮，那说明它的共生菌系统建立的非常好，共生菌占据了优势，那其他的杂菌就是劣势。拿一点这种老的植料到新的植料里面是非常好的，把共生菌就带过来了。而如果打开之后根系腐烂严重，那说明是那种坏的细菌占据了优势，共生菌处于劣势，可能占比并不高，那这种植料还是不要拿过来吧。在没有了解到这之前，给卡特兰换盆，
我是一律会拿一些老的植料到新的植料里面，通常是捡里面的小石头。今天了解到微观世界的这些菌之后，我就觉得之前的做法不算很稳妥。如果您有看过我之前给卡特兰换盆的视频，那在这儿我特别纠正一下，如果根系特别差，那这个老植料不要拿到新植料里。如果好根烂根都有，但是好根比烂根多，那这个植料我觉得还是可以拿的，尤其是可以从好根的旁边选一点植料。好根的旁边一定是好菌居多。3. 打开之后根特别好，我觉得这种老的植料适当的多留一点，除了给换盆的这棵用，还可以给其他，比方说根不好的那些用。所以像我这个根这么好，里面这些植料其实可以捡一点放到其他的那个盆里，可能就把好菌带过去了。如果正好没有赶上换盆，也可以用泡那种根好的兰花的水去浇那些根不好的兰花的植料。怎么跟说绕口令似的？我忽然想起来，我之前给他们泡盆的时候会把好几颗兰花集中在一起泡，可能无意间让他们相互加强了共生菌系统吧。当然我不会把有病的跟没病的一起泡，不过可以考虑泡过健康兰花的水浇给生病的兰花，或许能够帮它治病呢。4. 杀菌药不能随意乱用，因为在杀菌的时候一定是敌友不分的，好菌坏菌通通杀。我有高锰酸钾，所以换盆的时候有时候把根泡一泡高锰酸钾水，我也有杀菌剂，那也会喷一喷。那现在看来就不能随便乱用了，有病当然要用，有烂根需要泡那就尽管泡，但如果根也很好叶也很好，能不用还是不要用吧。这就像我们人健健康康的，还是不要随便乱吃药吧。5. 共生菌是分解吸收营养元素供给兰花，所以不仅要有共生菌，还要有可以被共生菌分解吸收的东西。我们给它的植料就是共生菌将要利用的东西。森林植被是兰科植物的原生地，共生菌会将木质分解成兰花可以利用的营养元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用树皮混料作为兰花的植料可能更好一些。在湿度比较大的地区使用板植也是很好的方式。养蝴蝶兰我试过很多方式，包括板植。板植在我这儿因为空气湿度不够，不是个很好的方法。在植料盆栽的蝴蝶兰当中，放在比较久一点的时间段内观察，我感觉植料盆栽的效果最好。我猜树皮混料可能还是提供了一些养分给兰花，虽然我们使用的植料都是经过处理的，已经去掉了很多的有机质，但依然还是剩下了些。共生菌跟随兰花一生，在种子萌发阶段，共生菌是单向供给兰花，而当兰花长出叶子之后，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了，兰花也会给共生菌提供糖分。这个阶段，共生菌为兰株提供水分、矿物质等等营养元素，还帮忙抵挡其他致病菌。兰株则为共生菌提供光合作用的产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真正的是互惠互利。兰花的共生菌主要存在肉质根内和肉质根的表面，在周围的植料里面也会有共生菌的孢子，可以理解为种子或者说繁殖体。所以前面我们说换盆的时候把旧植料拿到新植料里面一些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把共生菌的繁殖体带过去。共生菌的根和兰花结合在一起，有很多是在兰根的肉质根里边，
所以这种根也叫做菌根。如果我们使用的杀菌剂只是表面杀菌剂，比如酒精、高锰酸钾，那在根里面的共生菌还是可以得以保存。但如果我们使用植物杀菌剂，那就是内稀式的，可以把根里面的菌也伤到。这大致就相当于我们在皮肤上抹一点酒精，只会把皮肤上的菌给杀死了，但是我们消化道里的菌是安然无恙的。但如果我们吃消炎药、抗生素，可能整个消化道的菌也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前面也有说过，我们用药的时候是要有针对性的用，也不能随便乱用。兰花对于共生菌是有管理的，兰花会分泌抑菌素，让共生菌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根部。共生菌对环境的要求和兰花的根对环境的要求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兰根的环境，都有利于共生菌。从某个角度讲，也或许这种对根部环境的要求就是共生菌的要求吧。这个要求是湿润、有足够的含氧量和有机质，还要有合适的温度。这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兰花的质量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还要有保湿的能力。微观的世界，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是一个热热闹闹又井然有序的世界。那儿既有兰花的朋友，也有兰花的敌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兰花的朋友，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